AI 五巨头有哪些股票？这5间公司值得入手吗？嗨，我是小胖，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以前大家都在讲美股7巨头，但是最近1-2年因为 AI 的崛起，于是呢就开始有人提出了 AI 5巨头。那今天就要来聊聊 NVIDIA、微软、台积电、Broadcom 跟 AMD 这5大 AI 巨头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影片的最后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心目中这5间公司的排名。所以如果你对于这5间 AI 龙头感兴趣的话，那就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哦。正式进入主题之前，记得先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再接着看下去哦。首先呢 ，AI 5巨头的第1名当然就是 NVIDIA 啦，代号 NVDA。NVIDIA 最近推出了一个以 Blackwell 为核心的 DGX SuperPod。这个 DGX SuperPod 呢是一个新一代的 AI 超级计算机。这个超级 AI 计算机到底哪里厉害呢？为什么要叫它超级计算机呢？因为它有4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当然就是它的计算能力非常的强。这台计算机有超多的处理器跟记忆体，它可以同时处理非常多复杂的任务，就像是一个超级大脑一样。原本一颗正常的大脑1分钟只能计算出1题微积分，但是现在这一颗超级大脑在1分钟之内，它可以计算出100题的微积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第二个特色是它的记忆体非常的大，它有240TB 的快速内存，就像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料库一样。我们都知道 AI 是靠着大数据分析跟资料处理嘛，所以当它的储存空间越大，能够容纳越多的资料，母体越多的时候，那就越有利于 AI 的应用。第3个特色是可扩展性。DGX SuperPod 可以随时去增加它的处理器跟记忆体，它就像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充的大仓库。那因为它有这种可扩展性，所以在面对更大更复杂的使用需求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很有弹性的去做调整。不会说哦，我的仓库就是只有这么大，我就只能放下100个物品。不是哦，今天如果我要装101个物品，或甚至是200个、300个物品，我都可以扩充到这些东西都能够装得下，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它是很有弹性，可以随时扩充的。第4个特色是它有智能预测管理功能。这个智能预测管理功能呢，可以去提前预测，并且解决软硬体上面的一些问题，可以辨识说哦，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一类的问题，然后去维护并且修正它，而且还会自动保存跟恢复作业，以防止停机的状况发生这样子。也就是说呢，就算没有系统管理员在现场，没有人在现场，它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调节跟维护，确保系统是可以稳定的运行的。就有一点像恒温动物一样，不管是在很冷还是很热的环境，它都可以维持一定的体温。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系统啦。这些就是 NVIDIA 新一代产品的4大特色。那为什么我现在要特别提这个产品呢？虽然说目前 NVIDIA 还是 AI 产业的龙头，不过黄仁勋自己也说了嘛， AI 产业还是非常的竞争。除了像 AMD 跟 Intel 这种公司以外呢，就连他们的客户、合作伙伴跟上下游厂商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要在 AI 产业保持龙头的地位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别人超越了。不过看看我刚刚讲的这个新一代的产品 DGX SuperPod， 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 NVIDIA 可以稳的待在龙头的位置，它可以成为 AI 产业的第1名，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么竞争的情况下，辉达依然可以领先所有的公司，做出令全世界惊叹的产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产品一代比一代还要厉害，它不断的在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进步。DGX SuperPod 其实以前并没有这么强，它是后来才慢慢升级成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另外 NVIDIA 的 GPU 也是从以前的 H100 升级到现在的 H200， 所以说从这些产品的演变，我们就不难看出来 NVIDIA 确实是一直有在进步的。之前我也说过，进步一直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甚至是我在选股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没有进步的公司基本上进不了我的口袋名单。所以如果你问我 NVIDIA 值得入手吗？我个人是认为非常值得啦，因为我一直都有看到它的进步。那当然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我觉得值得入手的股票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今天我分享的 AI 5巨头并不是要推荐你去投资他们，只是想要跟你分享我对于他们的看法，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毕竟每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投资风险都不一样，你必须要自己去判断这间公司适不适合你。再来是微软，代号 MSFT。之前在这一集影片我就有提到说，微软之前发布了一个新产品叫做 Copilot。这个 Copilot 呢是一个结合大型语言模型的 AI 生产力工具。那这个 AI 工具到底可以应用在哪里呢？比如说，假设你现在需要做简报跟主管报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给 Copilot 清楚的指示，然后它就会在 PowerPoint 上面帮你做出一个漂亮的简报，你就不用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自己在那边绘图，自己在那边做投影片，而且做出来的还不见
见得有 AI 的好看。或者是比方说在使用 Excel 的时候，你也可以利用 Copilot 去帮你分析数据、生成图表跟报告，你就不用自己去拉报表，自己去做数据分析。而且重点是，它还会根据分析的结果给你非常有用的建议，你根本就不用自己去做分析。不过现在呢，这个 Copilot 不只可以在 PowerPoint、Excel、Word 等等的 Office 软体上面使用，微软前几天还宣布说，未来几个月 Copilot 会进驻到 Microsoft 的 Teams 里面。有些上班族可能知道 Teams 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在这边简单讲一下。Teams 其实就是类似于 Skype 或 Slack 这种通讯软体，现在已经有很多公司其实都在使用 Teams 作为公司内部的通讯工具了。那 Copilot 进驻 Teams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透过自然语言的辨识，员工在使用 Teams 进行电话或视讯会议的时候， Copilot 可以及时的整理会议重点，它可以马上帮你做出会议整理记录，那这就会节省一些人力跟时间，公司就不需要特别找一个秘书啊，或者是特别请一个员工去做会议记录，那这绝对会帮公司提高效率。第二，可以叫出 Copilot 的 AI 聊天机器人整理对话串的重点，帮助员工去整理他过去的对话记录，提升工作效率。也就是说呢，假设你忘记主管上周指派给你什么样的任务，那你就可以请这个 AI 机器人去帮你整理你跟主管的对话记录，找出你上周跟他的聊天重点，这样子你就不用再回头去看看之前漏漏等的对话记录了。那为什么我要提微软的这个 Copilot 产品呢？因为从 Copilot 产品的这个演变，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微软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个 AI 工具结合到它原本就有的产品上，让它的旧产品可以持续的跟上时代，持续的进步。Microsoft 原本的那些产品，包括 PowerPoint、Excel、Word 跟 Teams， 它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去帮助使用者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力嘛。现在结合 AI 工具，不只可以更符合这样子的目标，同时呢，还可以让这些产品保持竞争力，不被市场淘汰掉。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认为这也算是一种迭代更新，让产品更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让使用者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提升工作效率，这也是一种进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微软很值得入手的原因，因为它跟 NVIDIA 一样，产品都是一直有在进步的。接下来是台湾人人皆知的台积电，美股代号 TSM。台积电就没什么好说的啦，台湾之光嘛，产品品质稳定，良率又高，获利一直都是稳定成长的，财务状况也没有什么问题。再加上最近有在关心台积电的新闻的人，应该也都知道，台积电准备要在日本亚利桑那州跟德国设厂嘛。那扩厂这件事情呢，我个人就认为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这代表台积电未来会持续进步，它未来的营收会持续的增加，所以我认为台积电毋庸置疑的绝对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家公司。我知道这时候你可能会想，台积电在全世界设厂，那一定会花很多钱，最近几年的净利一定会下降，那这样还值得投资吗？身为一个很注重公司前景的人，我更在意的是扩厂带来的长远的好处，而不是眼前的开销。没有错，扩厂确实很花钱，也可能影响到公司这几年的净利，毕竟盖厂房、买机器设备真的是很花钱嘛。但是扩厂能够增加产能，帮台积电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那当卖出的产品越多，收入就会跟着提高。只要市场对于晶片的需求没有减少，那么产能提高绝对会带动台积电的收入。换句话说呢，近期在财报上你可能会看到台积电的支出变多了，但是以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看，5年、10年甚至是更久之后，扩厂能够带来的收益绝对远远超过支出。毕竟扩厂的支出是一次性的，而产能提高带动的营收是源源不绝的。这时候你可能会说，生产产品不代表就一定卖得出去啊，万一市场对于晶片的需求下降怎么办？万一台积电之后的晶片卖不出去怎么办？其实不管是手机、电脑、iPad、电视，甚至是游戏机、绘图处理器等等等等，几乎所有的科技产品都会需要用到晶片，而且现代人对于科技产品的依赖性越来越高，所以晶片市场需求下降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真的很低。尤其是现在 AI 崛起，人类对于 AI 工具的使用只会越来越频繁，而 AI 技术的背后呢，就需要厉害的晶片来支持，所以未来市场对于晶片的需求不太可能会下降，除非台积电自己的良率下降，产品品质下降，他把自己的招牌搞砸，否则台积电的晶片应该不会面临到卖不出去的状况。再来是博通 Broadcom 代号 AVGO， 博通一直是我心目中非常棒的一间公司，虽然我没有在 YouTube 上面分享过它，但是呢，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博通是一家美国通讯晶片大厂，你手机里面的 WiFi 晶片就有可能是博通的产品，或者是呢，你家里面的路由器也有可能是博通做的。那他们的技术也不是只有应用在消费者端，
很多大型企业也会用博通的产品去建立他们的通信设备跟网络基础设施，所以 Broadcom 的产品线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那我之所以会喜欢 Broadcom， 不外乎就是一个原因啦，就是进步。从财报来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博通最近10年的营收是稳定且持续成长的。整体来说，毛利率也是稳定成长的哦。除了2015年突然很高之外，整体看起来是稳定成长的。再来，财务结构看起来也是很不错的。整体负债比大概都在70%以下，流动比率也没有什么问题。那营业现金流跟自由现金流也是逐年成长的，几乎所有数据都显示这一家公司是一直不断的有在进步的。好，虽然我刚刚讲了这么多有关于财报上面的数据，但是我想对于不太会看财报的人来说，可能还是不太晓得该怎么样透过财报去看出来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在进步。所以我特别额外录了一支41分钟的影片，这支影片呢会教你更多看财报的细节。如果你也想要透过财报去找到有前景而且一直有在进步的好公司，那就到下面的资讯栏点击第一条连结，索取我为你准备的影片吧。那除了财报有在进步之外呢，我认为博通还有一个很值得入手的原因，就是它还蛮有前景的。Broadcom 在2022年花了610亿美元收购了一间云端运算公司 VMware 微软，我认为这个是一项非常好、非常有前景的投资。VMware 是一家云计算和硬体虚拟化的软体服务公司，简单讲，它就是在搞 AI 的啦。从博通第一季的法说会呢，它就有提到博通第一季软体部门营收为46亿美元，年增156%，其中 VMware 贡献的营收呢就占了21亿美元哦。然后呢，在去年的8月 VM Explorer 上 ，VMware 和 NVIDIA 建立了一个名为 VMware Private AI Foundation 的合作伙伴关系，使 VCF 能够运行 GPU。OK， 听不懂也没关系，反正就是这样。最后重点来咯，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重申2024财年软体收入目标为200亿美元。好，记住这个数字哦。2024年软体收入的目标是200亿美元。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博通2023年软体收入，它2023年软体收入是76亿美元，前一年度才76亿哦，2024年的目标就是200亿了，你看增加多少？就算最后实际的数字不到200亿好了，我们也可以确定的是，软体的营收是绝对会成长的。可见这个 AI 公司对于 Broadcom 来说，至少就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投资，因为它会继续为 Broadcom 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认为 Broadcom 很值得入手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它很有前景啦。AI 5大巨头的最后一支呢，就是超微，代号 AMD。这里我必须先澄清哦，超微跟美超微是2家完全不一样的公司。超微是 Advanced Micro Devices，代号是 AMD， 美超微是 Supermicro Computer， 代号 SMCI。有些人会误以为超微就是美超微，不是哦，他们的公司名字不一样，代号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是2家完全不一样的企业，不要搞混了。那现在此时此刻我要讲的是超微 AMD。AMD 主要是在做 CPU、GPU 跟 Data Center。首先我们先来聊聊 CPU 这一块好了。AMD 在 CPU 这个领域其实已经深耕很久了，只不过在2015年之前呢 ，AMD 其实没有那么强。以前 AMD 的晶片良率不高，然后制程又经常延宕，财务状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在2015年之前 ，AMD 的状况其实一直都不是太好，在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直到2014年苏妈苏姿丰接手了 CEO 之后呢 ，AMD 才有比较显著的改善。这个来自于台湾的苏妈上任之后呢，他就引领 AMD 成为5厂半导体的角色，他决定跟台积电来合作，让台积电来做晶圆制造。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的良率是世界顶尖的嘛，它的产品品质是全世界算数1数2好的，所以苏妈的这个决定其实非常非常的聪明。一方面借由台积电之手去提高晶片的良率，提高产品的品质，取得客户的信任，同时呢，另一方面也能够减轻自己制造晶片的负担。从历年的营收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哦。2015年超微跌到了谷底之后，接下来的每一年 AMD 的收入都是有在成长的。后来 AMD 的市值呢，甚至还超越了 Intel， 成为 Intel 最强的竞争对手。虽然说从过去的这些数据来看 ，AMD 确实是有在进步的，但是呢，我个人目前还不会想要入手 AMD。这是 AI 5巨头里面唯一一家我目前不会想要入手的公司。那为什么呢？我待会会讲。不是说 AMD 这家公司不值得投资哦，它的成长性还蛮强的，而且我相信在苏妈的带领之下，应该未来也是会发展的不错的。不过呢，比起前面4家公司，我认为 AMD 的前
前景有比较多地方是需要担心的。第一个是美国的策略跟政策的走向呢，可能比较有利于它的竞争对手 Intel。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政府呢将会提供给 Intel85亿美元的补助，让 Intel 顺利在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俄亥俄州跟俄勒冈州扩厂。那美国之所以会补助 Intel 啊，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中美关系紧张，那美国想要把它晶片的制造留在美国境内，所以呢，它才会规划这笔钱去补助 Intel， 让它在国内生产。那这对 AMD 来说就会相对比较弱势。第二个就是除了 Intel 之外呢 ，NVIDIA 其实也是 AMD 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超微跟 NVIDIA 一样，都有在制作 GPU 经营 AI 这个市场。只不过呢，在 GPU 这个市场 ，NVIDIA 的市占率还是远远高于 AMD 的。NVIDIA 的市占率呢，目前是将近90%，剩下的1成多才是 AMD 跟其他的公司在瓜分。所以说，如果 AMD 要追上 NVIDIA， 可能还要花非常大的力气。所以如果你问我 AMD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我会说，虽然 AMD 在苏妈的带领之下，它确实是有在成长的好公司，但是现阶段我并不会考虑它，因为 AMD 不管是在 CPU 还是 GPU 的领域，我都觉得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在 CPU 这一块，它的资源可能没有像 Intel 这么多；在 AI 这一块呢 ，AMD 又可能要非常的努力才能追上 NVIDIA。这就是为什么 AMD 是这 AI 5大巨头里面唯一一家我目前没有想要入手的公司。不过还是老话一句啦，今天分享的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OK，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哦。今天我分享的这5家公司呢，我心目中的排名是 NVIDIA 大于微软，大于台积电，大于 Broadcom， 大于 AMD。那你心目中的第一名是谁呢？你心目中的最后一名又是谁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哦。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记得要按赞，并且分享给对于 AI 股有兴趣的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